鲍朴子有言：治身养性，谨务其细，不可以小意为不平而不修。搓本是传统的中医推拿手法，一个看似简单的小动作，却有着养生保健的大疗效。如果搓对了，胜似吃补药，防病治病不在话下。手、脚、鼻、腰，身上这6个部位一定要常搓，越搓越长寿。灵腰，搓手护心，延衰老。按照传统中医理论，手心正中为劳宫穴，系于心包，连于心系，经常揉搓，可降心火，顺呼吸，通气血，缓解心痛、心悸、心绞等病症。《黄帝内经》有言：心者，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。心主宰全身，统领5脏，把心养护好，身体根基才能稳固。经常搓手，还能生热防寒，灵活双手，防止肌肉萎缩，延缓大脑衰老。正所谓大道至简，小道至繁。身体不适，不妨搓搓手心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获得最显著的成效。生气发火时搓，宣发怒气；头晕失眠时搓，安神养心；风寒感冒时搓，温和四肢。每天花10分钟搓搓手心，身体不劳累，内心无烦忧。02，搓脚健脑，防百病。双脚之上有6条经络上下连通，66个穴位错落分布。古人云：树枯根先竭，人老脚先衰。足衰犹如根枯，上下不通，气滞血瘀，自然全身乏力，憔悴多病。经常搓脚，按压穴位，能放松精神，扩展血脉，使行动矫健，步履生风，还能刺激神经，消除疲乏，令人神清目明。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，多灾多难，但他花甲之年依旧精力旺盛，吟诗作对不逊从前。苏东坡的诀窍之一就是按摩脚心。他自言：东坡擦脚心，并非随观音，只为明双目，事事清浊分。每天晨起晚睡之时，揉搓双脚各200次，足以强身健脑，防治百病。03，搓额提神，活气血。额头之上有印堂穴，是面向核心，也是精气神汇聚之地。从中医看来，印堂发黑其实是心肺衰弱、气血不足所导致的，面色能预兆疾病。中医望诊中认为，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皆为病气。经常揉搓额头，可以加快血液循环，增加脑供血量，从而驱散病气。即使身心无病，也可以反复揉搓，既能清醒神志，
也能延缓衰老，减少抬头纹。揉搓额头后，要避免受风，以防一冷一热刺激大脑，引发头晕、头疼症状。04. 搓鼻润肺，提免疫。《黄帝内经》有云：开窍于鼻，藏精于肺。鼻子是摄纳呼吸的通道，鼻子通畅，肺气和，呼吸利，嗅觉灵。经常搓鼻，不仅可以缓解鼻腔堵塞，通气润肺，还能活络眼周肌肉，消除面部浮肿。感到疲惫头疼时，也可以按压鼻翼，能有效缓解疲劳，振奋精神。养性书有言：常以手中指于鼻梁两边，开20-30遍，令表里俱热。每日按摩鼻翼两侧，轻揉20-30下，感到鼻腔内微酸微热时，即可停止。05. 搓耳养阴，降血压。灵枢有云：耳者，宗脉之所居也，全身3条阳经，6条阴经，均上达于面，走于耳窍。耳朵上还分布有91个穴位，五脏六腑都能在双耳上找到对应的反射区。经常搓耳好处多，五脏安适，身心舒畅，提神醒脑，耳目清明，气血充足，面色红润，古今医暗暗有言：耳之聪思于肾。中医理论中，肾与耳密切相关，耳脉坚则肾气足，搓耳能够滋阴泻热，温肾助阳。耳背上还有降压沟，适当揉搓可以舒筋活络，祛风止痛，降低血压。晨起时，不妨沿外耳廓从上至下揉搓3至5分钟，为新的一天注入活力。06. 搓腰强肾，温肾阳。《黄帝内经》记载：腰者，肾之府，转摇不能，肾将备矣。腰疼常与肾脏虚乏有关，经常搓腰可以缓解肌肉酸痛，温煦肾阳，增补精气。阳气是气血之海，生命之本，养好肾脏，阳气自然充足，寿命自然长久。腰部还会具有3条重要经脉，若是僵硬淤堵，轻则含胸驼背，重则脊椎受损，扭转不能。搓腰有利于活络筋脉，使气血更顺畅，关节更灵活，弯腰转身轻松自如。腰是人体的顶梁柱，护好腰，身体不垮，精神不衰。双手握拳，在腰眼处反复揉搓，每天坚持几分钟，苍劲如松几十年。有缘人，世上有7味最好的药，90%的人都不知道，关键是还不花钱。药王孙思邈有言：受腰修论命，修行在本人。想要健康长寿，不靠天，不靠药，就靠自己的修行。掌握了养生之道，用不着花大价钱，也不会占用太多时间。
就能收获健康与快乐。中国政法大学马艾教授曾经总结，世上最有效的7味药，恰是最简单的7种养生妙招。灵药，下火的药，喝水。中医认为，人体5脏之中藏有5火：肺火、肝火、肾火、胃火、心火。体内阴阳失调，阳气过盛，阴气不足，内火旺盛，就会诱发百病。肺火伤喉，肝火伤脑，肾火伤腰，胃火伤口，心火伤神。如果时常感到目红眼赤、咽喉肿痛、头晕乏力，极有可能是身体发出了需要下火的信号。华佗中藏经中说，当涤脏腑，开通经络，调频阴阳，区分邪恶，润泽枯朽，悦养皮肤，益充气力，扶助困解，莫离于汤也。水乃百药之王，喝水能使代谢加快，体内淤毒排出，火气清散，阴阳自然恢复平衡。吃千金药不如喝3杯水，坚持每天喝足量水，是驱热下火最好的良药。02保健的药，锻炼。后《汉书》记载，动摇则骨气的消，血脉流通，病不得生，辟犹互疏，终不朽也。生命在于运动，运为气，动为形，气在内，形在外。一切健康之道，无不追求气形合一，内外俱安。经常锻炼身体，活动筋骨，体内阳气生生不息，生命力自然旺盛，疾病也就无法侵扰。杨绛先生每天起床后都会到楼下散步，打太极，练大雁功，做8段锦。即使遇到不适合出门的天气，他也会在家中行走7000步。年复一年的锻炼，使得杨绛100岁时依旧腰背挺拔，步态稳健，与人谈话神采奕奕，不见疲态。多走一走，多动一动，方能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，安享幸福生活。03大补的药，泡脚。俗话说，人老脚先衰，木枯根先竭。脚是人的第2心脏，双脚分布有6条经脉，66个穴位，连通人体5脏6腑，筋骨皮肤。热水泡脚可以刺激经脉穴位，生发气血，温煦关节，从而驱除湿寒，改善体质。诗人陆游每晚睡前都要烧水泡脚，还专门为此写了首洗脚诗。老人不复是农桑，点树鸡豚以为望。洗脚上床真一快，至孙见长先烧汤。陆游自幼体弱多病，一生劳心费力，却凭借着泡脚的习惯，活到了85岁。东汉神医华佗足心道有云：春天洗脚，生阳固脱；夏天洗脚，暑湿可驱。
秋天洗脚，肺润肠濡；冬天洗脚，丹田温灼。每日睡前泡个脚，既能防病远灾，又能洗去一天的疲惫，睡个安稳的好觉。04美容的药，睡觉。中医历来重视睡眠，更有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睡补之说。每日规律作息，保证睡眠充足，不仅能涵养精气神，还能起到驻颜美容的功效。进入深度睡眠时，人体会释放生长激素，促进胶原蛋白合成，进而使皮肤细腻紧致。晚上9点至11点，代谢较为旺盛，此时睡觉能加快体内毒素排出，恢复皮肤活力。此外，睡眠充足还有助于调养气血，气血旺盛则面色红润，双目明亮，精神饱满。与其花大价钱去美容院，不如早早上床入睡，享用零成本的美容觉。05补钙的药，晒太阳。晒太阳又被称为天灸，属于中医理疗的温补之法。姥姥恒言有云：日为太阳之精，其光壮人阳气，极为补益。阳气是人体生命之基，动力之源。晒太阳最有利于生发清阳之气，驱散体内寒浊病邪。晒太阳还能促进人体生成维生素 D， 加快钙质吸收。体内不缺钙，则肾气充盈，骨骼强健。但凡事都要有个度，晒太阳不可久晒，也不可暴晒，以免阳气过盛，暑邪入侵。每日阳光温和时，到户外晒上10至20分钟，便能起到强身健体的效用。06养肺的药，深呼吸。古人云：气聚则生，气亡则死。人的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间，清气流入四肢百骸，五脏皆能受其滋润，经络皆能受其洗涤。但人们平时维持生命的呼吸方式，并没有祛病的疗效。真正能温养五脏的是深呼吸。深呼吸能舒展胸廓，宣发肺气，提升累积活力，增大肺活量。《黄帝内经》有言：脉气流经，精气归于肺，肺朝百脉，肺若强健，百脉皆安。肺若有益，体内清气稀薄，浊气瘀滞，就会百病丛生。养肺一点都不难，每日深呼吸3至10分钟，足以宽胸理气，强健心肺。07顺气的药，笑开怀。俗话说，1日3笑，人生难老。笑口常开，百病少来。相关研究表明，爱笑的人比不爱笑的人寿命至少延长4年。时常笑一笑，心中没有郁结，精神自然轻松，气血自然顺畅。中国有声电影奠基人邵逸夫
每晚睡前都要观看《憨豆先生》之类的喜剧节目，这些节目常常逗得他开怀大笑，一扫身体的疲惫，精神的紧张，看完很快便酣然入睡。每日坚持笑口常开，使得邵逸夫活到107岁高龄，成为全球最长寿的上市公司 CEO。 俗话说，千金要不如一声笑，开怀一笑，不仅快乐，更加健康。魏晋名士阮籍说，独有延年数，可以慰我心。自古以来，人人都寄望于百病不侵，益寿延年。然而高寿并非天定，无病亦非偶然，健康长寿往往源于养生。上古天书《黄帝内经》告诉我们，百病不侵的秘密就藏在12个字里：饮食少，起居适，阳气足，情绪稳，灵腰。饮食少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有言：饮食自备，肠胃乃伤，脾胃为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，可运化水谷，吸收精微。若是饮食过量，就会伤及脾胃，从而气血不畅，百病丛生。少食则少疾，管住嘴巴，节制饮食，饭吃7分饱才是刚刚好。国学大师南怀瑾一生奉行食之量，他认为吃饭是一门学问，吃得过量反而会吃出病来。少食多餐，清淡为本，不可太荤，正是修行养生的第一要义。男老饭量很小，午饭吃少许家常菜，晚饭则佐以小菜和些粗粮稀饭。直到90多岁，他依然精神矍铄，忙着上课讲学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。贾野堂丛书中讲，养生之道，莫先于饮食，合理饮食，恰如其分，比灵丹妙药更有用。日常3餐，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，适量适度，营养均衡，节食安慰，方能养护身体，免受病痛侵袭。02起居适。《黄帝内经·灵枢》中讲，人以天地之气生，4时之法成。现在人们普遍注重滋补养生，各式各样的保健品层出不穷。其实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应与天地阴阳4时变化相应相合，大道无道，大阳无阳，顺应节律，调适起居，就能养护身心，安享年寿。春3月，万物复苏，推陈萌新，当适应生发之气，夜卧早起，舒展肢体。夏3月，天地繁茂，昼长夜短，当适应养长之道，夜卧早起，午间小憩。秋3月，肃杀凋零，秋燥秋凉，当适应收敛之象，早卧早起，安养心神。冬3月，
天寒地冻，阴盛阳衰，当适应闭藏之律，早卧晚起，休养生息。唐代大文豪韩愈说：起居无事，为世之安。人这一生有1/3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。俗话说，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睡补。好好睡觉，起居有常，就是养生的真经妙法。不必刻意早睡早起，但要切忌熬夜晚睡，坚持适时作息，便能身心无恙。03阳气足。黄帝内经有云：阳气者，若天与日，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。阳气之于人，就如同万物赖以生存的阳光。阳气足则寿，阳气衰则夭。养生的秘诀就是养阳气，体内阳气生发，便是长寿之根本。亦曰：动则生阳，经常运动，气血流畅，方能阳气充沛，外邪不侵。钱钟书、杨绛夫妇2人常年伏案读书写作，却都能得享长寿，原因就在于2人晨起后坚持散步，或是练习8段锦，活动筋骨。2曰：善能生养，常存善念，多行善事，正能量满满，就是最大的阳气。宋庆龄中年时患上乳腺癌，然而她一生行善，为妇女儿童事业奔走，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得享106岁高龄。3曰：喜能生阳，保持微笑，积极向上，阳气自然充足，身体自然健康，一时无事一时轻，一日欢喜一日好，活得轻松，活出快乐，自能活到天年。中医常说，阳气足则百病消，扶阳养阳，不透支，不耗损，就是一个人最强大的免疫力。04情绪稳。黄帝内经中说：喜伤心，忧伤肺，思伤脾，怒伤肝，恐伤肾，大悲大喜，多愁多怒，皆能损伤脏腑。一个人身体不好，疾病缠身，往往是情绪打了败仗。情绪焦躁，再多的养生都是徒劳。情绪稳定，粗茶淡饭也能延年益寿。咸丰7年，曾国藩的父亲撒手人寰，他不得不归家治丧。不到3个月，咸丰帝就催他回到军中，而他也正欲借此机会执掌兵权。没想到咸丰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让曾国藩守孝3年，还解除了他的兵权。这当头一棒让曾国藩几近崩溃，整日在家生闷气，动不动就骂人，除了骂朝中官员，还经常苛责弟弟，甚至对着弟媳妇都语言粗俗。他心绪不宁，彻夜难眠，一度病倒在床，险些丧命。直到他反躬自省，开始重读《道德经》，
才慢慢收敛脾气，稳定思绪，身体也日渐康复。正如曾国藩所说，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要，治身以不要二字为要。与其执着于名医良药，不如放宽心态，稳定情绪。最好的医生永远是自己的心，心气平顺，心绪平和，自能养生健体，百病不侵。在人生没什么不可放下，弘一法师的人生智慧这本书中写有如下一段话：人得了大病，往往是因为你做了太多对不起自己的事，导致自己的心情过度紧张，过度劳累，过度忧心，过度悲伤。卫生保健有言，心乱则百病生，心静则万病息。人体之所以会生病，往往是因为心态不好，心情不佳。生活中谁也免不了要面对一些杂事、烂事，但如果因此而窝心、糟心，那就是自己对不起自己。人皆血肉之躯，心里有事，日日解不开，处处放不下，早晚会郁结成疾，甚至大病一场。别把心事不当回事，把心安顿好，方能把自己安顿好，把家庭、生活、事业都安顿好。灵腰，病痛是果，心念是因。生活在今天的人们，节奏快，压力大，思虑深，烦恼多，心灵的焦灼，精神的疲惫，往往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。然而佛语有云，万法皆空，唯因果不空。生命是一场轮回，今天你所忽略的，明天都会回到你身上，成为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刚进入电视台时，差点因普通话不标准而被辞退。为了保住工作，他只能拼命加班练习，有时一天只睡3-4个小时，还经常因噩梦而惊醒。好在他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普通话问题如愿解决，事业也蒸蒸日上。然而出名以后，白岩松的工作更加繁重，还时常因个人言论陷入争议。高强度的工作，严重不足的睡眠，外界的质疑，3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他回忆道，每到夜晚就不得不在无眠的床上，让内心的交战越来越激烈。但是交战到最后，他仍然无法放下，只能继续拼命工作，任由精神愈发萎靡，身体愈发虚弱。没过多久，白岩松因为心理压力过大，确诊为抑郁症，暴瘦50斤，彻夜失眠，积郁轻生。杨绛先生说过一段话，很直白，很现实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就是你，你痛，痛你自己；你累，累你自己。就算有人同情你，那又怎样？最后收拾残局的，还是要靠你自己。心念太重，压力太大，只会种下病因，结出苦果。
而这苦没有人能替你分担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谁也拿不到满分。尝试接受不完美的生活，学会善待不完美的自己。02，心能治病，也能治病。孙思邈千金药方有云：凡心有所爱，不用深爱；心有所增，不用深增，并皆损性伤神。万事万物都有度，大喜大悲皆伤人。情绪一旦失守，心病紧随而来。人人都知道身体生了病，要及时医治，但一面对心病，许多人都会选择避而不谈。殊不知，心病不医，睡不能安，坐不能宁，久浴之下也能夺人性命。西汉时期，梁怀王与大臣结伴游猎，半途不慎坠马而亡。太傅贾谊收到消息后，认为自己没能尽到看护皇子的责任，深陷内疚自责之中，每日茶饭不思，以泪洗面。没多久人就消瘦了下去。第二年，贾谊便心力交瘁，忧郁而亡，年仅33岁。秋词有云：心平能御3000疾，心静可通万事理。心能治病，也能治病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离健康其实只差修心2字。2007年，央视主持人朱迅查出甲状腺癌，不得已告别舞台，与病魔斗争。如今17年过去，他离开了病房，活得轻松自在，跑马拉松，爬武当山，经历不输任何人。在自传《阿训》中，他写道：我爱笑，如果我说笑能治病，你信吗？养心药语有云：恼一恼，老一老，笑一笑，少一少。过去了，并不等于结束，放下了，才能真正解脱。往后余生，把心放宽，把事看淡，那些过不去的事，都可以一笑而过。03，心无所畏，身无所累。新唐书中有这样一句话：有心者有所累，无心者无所谓。无关紧要的人，趁早断掉；无能为力的事，尽快放下。该来的一定会来，要走的无论如何也留不住。只要心中无所谓，生活不会为难你，生命不会亏待你。民国女外交家严幼韵一生经历无数波澜，战争、车祸、疾病、贫穷以及生离死别。然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他都坦然接受，不抱怨生活，不内耗自己。一次，严幼韵家中遭贼，所有值钱物品全被洗劫一空，许多亲朋好友替他着急，他自己却一脸无所谓，平淡地说：我只是丢失了财物，其他重要的东西都毫发无伤，我的生命、健康和家庭。严幼韵从不为过去的事解怀，
坚信每天都是好日子。正是凭着这种波澜不惊、风轻云淡的心态，他以优雅的姿态活到了112岁。寿是宝元，有云：物来顺应，事过心宁，可以延年。人生总是起伏变幻，面对任何事都不必惊慌，这样整个人才能松弛安适，用无所谓的心态养无所累的身体，就是善待自己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百病不侵，愿天下所有的人无病无灾，平安健康，幸福快乐地过好每一天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